性非常强的一款车。我觉得它的烂路的属性是强于 KTM 390的，而且在公路模拟的这个属性也是强于 KTM 390 ADV 的。整个骑下来，不管我转速拉到有多高，整个震动都没有一个非常恼人的状态。看一下三退一啊，这个离合。再试一下三退一。基本上这个滑动离合是能够 hold 住这个三退一的。OK。我们接着进静态。OK， 我们接着来看450MT 的外观和一些细节方面。首先，外观我觉得算是国内这个量级的 ADV， 或者说所有 ADV 里面原创属性非常高的一款 ADV。整个设计找不到其他车型的影子。这个日行灯的造型，可能有人喜欢，有人不太感冒这个造型。不过这个造型确实辨识度非常的高，上下的分体式的大灯组，上面是近光，下面是远光，上面是一个面积不算大，但是和整个车头融合感还是比较好的一个拉力风挡。这个地方有一点像拉力的路书的调节机构，但实际上是风挡的高低啊。调到最低的话，可能越野的时候视线遮挡，包括摔车的危险性都会降低。调高的话，刚才也说过，风阻的效果只能到我的鼻尖以下。那么你如果想打开面罩能够比较舒适的骑行的话，还需要加高15厘米左右。注意到这个拉花也是北纬39度的这个拉花，有点春风的它自己的这种文化属性在里面吧。这个车型是一个带3厢的一个拉力版，前面是一个拉力的这种高位的泥瓦，也能够看到一些甩泥的这个情况。可以看到这些护把和风挡上面，包括这个减震。不过这个宽大的车头啊，绝大部分的泥水是能够被挡住的。这边有一点点的这种假的风道，这个下面好评啊，是做了一个原厂的护网的。这个车头比较结实，是中间一根立管，两侧还有这个比较细的钢管去共同支撑的这个车头。整个车头这样摇上去都没有什么异响和松垮的感觉。三星的这个整个造型和这个粗壮程度也不错。KYB 的一个预载和阻尼都可调的一根减震，这个地方做了一个这个线束的整理的卡扣。这个车的减震行程特别的长啊，这个行程应该有180了吧？从这个位置目前能看到的压缩的最长的一个距离。不过粗细应该还是一根41毫米的，毕竟这个量级和这个体重并不需要特别粗的减震。下面是一个西沪100锁点的镜像对4卡钳，不过只给了一个，当然也是跟这个车想走这个轻量化的路线有关。那么刚才在动态过程中也能够感受到，高速紧急制动的情况下，还是显得有那么一点点的力不从心。接着来看这个手把按键啊，这个跟450SR 和 NK 都是同一款的按键，不过在这个地方后视镜座这个地方多了一个小开关，设计还算比较精巧，写的是 ABS on 和 off。不过当我们长按的时候，仪表盘的显示是直接进入了 off-road 模式，后轮的 ABS 加上 TC 都是被关掉的。再点击一下，直接一键退出。那么这个在突然进入到这个越野路况情况下，这个一键直达的开关是非常有必要也非常有用的。整个开关的这个手感和这个模具的这种精细程度都是国内目前的第一梯队。这边油门还是一个双拉线的机械油门啊，它的 TC 虽然调得非常的好，但并不是一个全功能的 TC， 只能够应付一些翘头和一些简单的情况。这边刹车是给到了西沪的这个侧推的上泵，跟650包括700 CLX 那些用的是同款的刹车上泵。然后这个手把的护手是一个塑料的结构，这个地方用的这个塑料件的韧性非常的好，这样拉它都没问题。这边的线束是给了一定的这种蛇纹管的包裹。三星的话
质感也非常的不错，这种很均匀的磨砂质感和前面车头的塑料的这些质感都是非常统一的。另外，包括在油箱这个地方，它都用了一点类似于锻碳，也类似于迷彩的这种塑料的纹路设计，它是在不同的方向上的不同的这个纹路。前面这个油箱盖的造型也非常有质感啊，这边做了一点点的这种小设计，就一下让这个油箱盖从可能10块20块的一个成本，给人的心理的这种质量和质感就到了100或者200的这个感觉。打开它，哇，这个锁扣的这个丝滑程度也非常的棒，很厚实的一个油箱盖，里面还是比较深的。OK， 另外注意到这个锁孔，这个锁孔应该是我目前接触到的国产车里面最在乎这个锁孔设计的车了。做了一点这种小的这种凸台的设计，并且加了一圈其他颜色和一些比较新潮的这种字体，这个锁孔的质感就直接拉满了。原厂就给到你了这种可以折叠的这种后视镜，在你拉力或者穿越的过程中，后视镜直接这样折着，就不用担心倒车的时候把后视镜给折了。这个算是春风直接给这辆车下了定义，我就是去越野，就是去给你玩穿越用的，并不是一个花瓶在城里面跑一跑。仪表的话，还是 SR 和 NK 的同款，并没有用到800 NK 的大竖屏啊。那大竖屏放在这个车上一点都不违和，对吧？看这个设计应该是支持的，不知道会不会之后的选装件里面有这个竖屏的仪表。然后看一下仪表的这个显示细腻程度啊，非常的棒。而且这个就是优秀的 UI 设计，侧撑非常洋气的一个英文的标识，加一个小车的 logo。这边的油量和整个的转速表、时速表组合成了一个非常简约又不简单的一个仪表区域。下面是给到了一个电压和一个时间，这边是小计里程，下面是平均油耗。那么这些东西，我们进入菜单里面就能够看到，它是可以调节的。这边有一个可选信息1，可选信息2，你看总里程，然后可选信息2。这个电压、损失油耗、平均油耗、行驶时间这些，所以说这个仪表功能虽多，但是它并不是把所有的信息全部一股脑的放在这个仪表盘上面，因为太多的信息会导致你的阅读障碍，是没有办法一眼得到你想要的信息。那么春风聪明的就是把需要最重要的信息全部外显放出来，然后没有那么重要的信息就藏到后面的2级菜单里面，甚至它给了你一个可以自定义去调节你想要显示信息的一个界面。这个就是这个仪表我觉得最值得表扬的。那么我们再回到车辆设置里面，可以看到车辆信息这些剩余的保养里程这些都会给你显示，后轮的单独的开启和关闭， TC 的开启关闭，甚至升档提示还能够给你一个调节转速设置的一个升档提示。接着下面是一个电话的连接，应该是蓝牙通讯录之类的东西。这边是一个音乐的显示，不知道这个音乐能不能显示歌词啊？如果能显示的话，那真的是比较优秀。下面这个是 MotoPlay 春风自己做的这个车机。OK， 我们再进到这个设置里面看一下主题设置啊。这是刚才看到的第一个主题，2个主题我觉得都非常的优秀，都是很简约，不管你隔多远都能够一眼的看出我想要的信息。这个油箱啊，这个地方都是铁的金属的油箱，油箱的这个造型是类似于 KTM 的造型，比较顺滑，直接和坐垫是接平了的，前后的重心挪动并不会受到油箱的阻碍，包括这侧面也没有做到特别宽大的那种造型。那么这个地方是没有做一个内收的处理，是一条斜线直接下来的，所以说这个地方在我骑行过程中会略微的有一点点的硌腿。如果你选一个更高的坐垫的话，这个地方应该就会稍微缓解一点点。前面这个旁边的侧板给人的体量感真的是非常的安全，非常壮硕的一个肩膀的感觉。那么相比而言，下半身的这个体量感就是比较弱的，并没有给到很宽大的这种护板。如果加一些射灯，加一些护杠的话，可能让整个下盘会更加的稳。接着后面看到这个坐垫，春风很聪明的把前半部分的这个
海绵厚度给的非常的足，所以说乘坐的感觉是非常好的这个位置。那么后面反而是比较硬的。那么在急加速过程中，后面虽然是一个比较平滑的造型，但是后面依然能够给到你的尾椎一定的支撑力，并不是直接往后滑的。一体式的坐垫后座会稍微比前座高那么一点点。不过目前看来，这个坐垫是有一点锁扣的问题啊，是没有完全的和下面贴紧，是有一点点缝隙。不知道这个是单个的这个坐垫，还是说它的设计就是这样的。后面有一个比较宽大的扶手，绑一些东西，或者说后座的乘客去握持一下都是比较优秀的。后面这边原厂给的这个3厢的一个快拆板，质感非常好，拉丝的不锈钢，这些锁扣这些东西也是非常结实的，螺丝的规格也给的比较高。